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明明计划好了晚上要看书要学习，结果一不小心手机拿起，时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瞬间流逝。等你回过神来，时钟已经指向深夜，而你脑子里除了零碎的搞笑片段，什么都没留下，只剩下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虚和懊悔。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困扰，这几乎是现代人的通病。我们总以为自己在享受放松，在获取信息，但很少有人停下来仔细想想，这些看似无害的低级快乐究竟在对我们的大脑做些什么？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吃掉我们的专注力、思考力，甚至是我们人生的可能性？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深挖，揭开这场我们与手机之间关于注意力争夺的战争。一，你的大脑从思考者变成快感追逐者。咱们先来做个小测试。现在请你打开手机的这设置，搜索屏幕时间或者屏幕使用时间管理。你会看到两个关键数据：手机解锁次数和娱乐类 App 的使用时长。仔细看看这些数字，它们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？如果你发现每天在与工作无关的娱乐 App 上花费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，或者你无意识地拿起手机的次数超过20次，而且每次用完之后都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那说明你的手机病已经出现端倪，得开始注意了。如果这些数字继续攀升，你的娱乐 App 使用时间超过2个小时，或者无目的解锁手机的次数超过40次，那朋友，你很可能已经有病了。更进一步，假如你每天花在娱乐 App 上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，或者你无意识地解锁手机的次数超过60次，那可就不是一般的病了，你已经病入膏肓，彻底沦陷在所谓的奶头乐陷阱里了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？这要从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说起。每当我们刷到有趣的内容，看到刺激的画面，大脑就会立即释放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，它让你感到兴奋、愉悦，甚至上瘾。这就像在给大脑喂糖果，甜美而直接。但问题在于，大脑对这种糖果是会脱敏的。就像你吃第一口巧克力觉得无比满足，但吃到第3块、第5块时，那种满足感就会大打折扣。你的大脑也是一样，它会不断提高阈值。从前一个5分钟的视频就能让你快乐，现在可能要10分钟、20分钟，甚至更短平快、更刺激的内容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于是一个可怕的循环就形成了。追求即时快感，你的大脑被训练的只喜欢短平快的东西，对任何需要等待、需要投入耐心才能获得回报的事情都会本能的排斥。专注力碎片化，你的注意力从几十秒缩短到几秒，如果一个信息不能在瞬间抓住你，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划走。看书、学习、深度思考，这些慢活对你来说简直是煎熬。失去耐心，你的大脑越来越浮躁，越来越难以沉下心来做任何一件有长期价值的事情。这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，只想立刻得到满足，无法忍受任何等待。想想看，当你的大脑被这些低级快乐驯化到极致，那些真正能提升你的能力、改变你命运的硬骨头，你还有精力去啃吗？2，你的世界被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。你有没有觉得，虽然网络信息浩如烟海，但你每天刷到的内容却越来越相似？你以为自己在获取新知，但实际上，你可能正被困在算法为你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里。算法比你自己更了解你，它会根据你的每一次点击、每一次停留，描绘出你的用户画像，然后精准地推送你可能喜欢的内容。这些内容往往迎合你的兴趣，甚至是你潜意识里最下沉的人性弱点。这就好比你喜欢吃甜食，算法就给你无休止地推荐各种甜品，让你沉浸在糖分的世界里。你可能觉得很爽，因为一切都那么对胃口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也就失去了接触其他味道的机会，你的味蕾变得单一，甚至对其他味道感到排斥。在这种茧房里，
你看到的世界是经过滤镜的。那些高频出现的信息会让你误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，从而形成非常狭隘的认知。你以为你在学习，在成长，因为很多视频会打着知识分享、干货的旗号。但扪心自问，当你刷完这些所谓的知识，你的大脑是不是仍然空空荡荡？那种似懂非懂的感觉，是不是比真正掌握知识更让你感到焦虑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伪学习还会给你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满足感。你会合理化自己的刷手机行为，告诉自己我不是在浪费时间，我是在学习呀。这种自我欺骗只会让你更加肆无忌惮地沉迷下去，直到你真正意识到你收获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流逝的时间和一颗日益浮躁的心。3. 你的人生被低级快乐偷走了可能性。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只有固定的24小时，扣除睡觉、吃饭、工作等基本活动，留给我们自由支配、用于自我成长的时间真的所剩无几。想一想，你有没有把这些宝贵的自由时间用来培养一项爱好，学习一门新技能，拓展一个新圈子？还是他们都被那些快速、刺激、无需思考的低级快乐吞噬了？时间才是你最宝贵的资本，甚至比金钱更重要。因为金钱可以赚回来，而流逝的时间却永远无法逆转。如果你把时间像廉价品一样挥霍，那么你就失去了投资自己、创造未来的机会。那些从小就接受顶尖教育和资源的佼佼者，他们每天都在努力学习、拓展人脉、提升能力。而我们呢？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刷手机、玩游戏上，我们拿什么去和他们竞争？又何谈改变命运、实现人生的逆袭？你可能会说，我只是想放松一下，生活已经够累了。这话说得没错，我们当然需要放松。但问题是，你选择的放松方式，是不是正在让你陷入更深的疲惫和空虚？当放松和刷短视频画上等号，当你感到压力、无聊、不开心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想到手机，那么这种习惯就会像一个无形的枷锁，把你牢牢锁住。它剥夺的不仅仅是你的时间，更是你学习新知识、思考复杂问题、创造真正价值的能力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最终你会发现，你可能被牢牢地困在原地，无法前进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这就是低级快乐背后那个残酷的现实。4. 背后的推手，算法的奴役与资本的收割。你以为这一切只是你自制力不足的问题吗？不完全是。除了我们内在的心理动机，还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我们，那就是算法和它背后的资本。在互联网世界，用户停留的时间越长，平台的价值就越高。所以各大平台会投入巨大的资源，研究人性的弱点，设计出最能黏住你的产品。想想那些不断跳出的红点提醒、推送通知，那些吸引眼球的标题党，还有黄金3秒理论下为了抓住你注意力而设计的各种夸张猎奇内容。当你无意识地打开 App， 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。全屏模式的短视频更是将你完全沉浸其中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永远刷不完的、充满刺激和随机性的魔法盒子。在这种机制下，你经常会想着就刷10分钟，结果一抬头，几个小时就过去了，而你甚至连时间是怎么溜走的都不知道。这些平台、这些算法都在利用你对无聊的逃避、对放松的渴望，以及人类获取信息的天性。他们把这些底层动机层层叠加，不断强化，最终让你彻底沦陷在低级快乐的温柔乡里。所以这不仅仅是你的个人问题，更是一场你与资本、
与算法之间的注意力争夺战。5. 如何拯救你的大脑？走出低级快乐的陷阱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感到一阵沮丧。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大脑被吃掉吗？当然不是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我们不能简单地戒掉某个 app， 而是要从根源上理解并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。就像刀子可以伤人，也可以切菜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互联网内容本身并非洪水猛兽，我们要做的是有节制地、有目的地使用它，而不是被它所用。接下来，我为你提供了几个实用的策略，希望能帮你重新夺回大脑的控制权。1. 填补无聊。很多人之所以沉迷于刷手机，不是因为手机有多大的魔力，而是因为我们太闲了，生活里没有正事可做，没有清晰的目标指引。人是意义的产物，我们无法忍受无聊和空虚。一旦感到无聊，手机里的低级快乐就成了打发时间的最佳工具。制定目标，填满空白，尝试为自己制定年度、季度、月度，甚至每周、每天的清晰目标。可以是学习一项新技能，完成一个项目，或者培养一个兴趣。当你有了明确的正事可做，并不断被下一个目标所驱动时，你就不会有大片空白时间被手机吞噬。就像想要去除一块地方的杂草，最好的方法是在上面种一片庄稼。意识时间价值，真正理解时间是投资而非消费。那些成功的人，他们把时间投资在学习、成长、创造上，而那些深陷低级快乐的人，却把时间当成最廉价的消耗品，任由它被别人收割。当你真正意识到时间的价值，你就会像对待金钱一样，吝啬你的每一分钟，只投资到有回报的事情上。2. 重塑放松。我们刷手机，很多时候是为了放松，但问题是，这种放松真的是有效的吗？它真的让你卸下了疲惫，恢复了精力吗？还是让你感觉更累、更空虚？多样化放松方式。如果你把刷手机当成唯一的放松方式，那你就很容易陷入压力、刷手机、短暂逃避、更空虚的循环。尝试发展更多元、更健康的放松方式，比如冥想、听音乐、K 歌、散步、运动、和朋友聊天、玩棋盘游戏、打扫卫生等等。这些方式能让你真正的宣泄负面情绪，而不是仅仅通过逃避来麻痹自己。你会发现，这些真正能投入身心的活动带来的放松感和幸福感，远超手机带来的快感。慢食替代快餐，在你需要内容来放松的时候，尝试把那些强成瘾的短视频、爽文替换成有价值、慢反馈的长内容。比如，吃饭时可以看纪录片、科普类视频，通勤时可以听播客、阅读电子书。这些内容虽然不像短视频那样提供即时刺激，但它们能培养你的耐心，提升你的认知，避免大脑的多巴胺阈值被拔得过高。3. 有效获取信息。我们天生对信息充满渴望，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这种本能很容易被利用。集中批量获取，不要被碎片化的推送牵着鼻子走。你可以把获取新闻资讯的时间固定下来，比如只在早上或晚上。而且，尽量使用信息聚合平台，一次性浏览多个平台的热点词条，而不是一个一个 app 的去刷。这样既能满足你对信息的渴求，又能大大提高效率，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浏览中。设置关注圈，过滤噪音，在点开任何标题诱人的内容之前，先问自己，这个信息跟我有关系吗？它能为我带来价值吗？比如，能帮我赚更多钱吗？能提升我的认知吗？能提高我的工作生活效率吗？能让我更幸福吗？如果答案都是否，那它很可能只是在冲击你的情绪和注意力，直接跳过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所谓的热点，其实与你毫不相关，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。4. 对抗算法。
面对强大的算法，我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。打破沉浸，很多短视频平台默认是全屏推送模式，这种模式很容易让你失去时间感。主动将推送模式切换为信息流选择模式。例如，在某些平台上，点击右上角的推荐按钮，就可以看到多格信息流。这样，每次观看都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，而非算法的强制灌输，你的理性控制阀就能参与进来。重置偏好，驯服算法，发现自己总被推送无意义的内容。利用 App 自带的不喜欢、不感兴趣或投诉功能，告诉算法你的真实偏好。当你经常性的反馈，算法就会慢慢调整，为你推荐更多有价值、符合你成长需求的内容，让它从收割者变为工具。设置使用限制，大部分智能手机都自带屏幕时间管理功能，你可以为娱乐 App 设置强制使用时长限制，比如每天只允许使用1小时。当时间一到， App 就会自动关闭。这种强制措施能有效打断你的沉浸状态，提醒你时间宝贵。连 TikTok 的 CEO 都建议把娱乐时间控制在1小时左右，这本身就说明问题。消灭触发点，你手机上那些层出不穷的红点、通知推送，都是算法精心设计的提示触发点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引诱你打开 App。参考行为设计学中的福格行为模型，如果你想规避某个行为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被它唤醒的提示。对于那些不重要的 App， 勇敢地关闭所有通知，甚至把它们从显眼的位置移开。你还会发现，一些 App 可以关闭很多内置的功能，比如视频号、游戏中心、直播等等，把它们统统清理掉，只保留最核心的功能。当你真的这样做了，你会发现脱离被操弄、不被打扰的感觉太爽了。好了，到这里，我们关于低级快乐如何吞噬大脑的问题，以及如何解决的思路就分享完毕了。我相信，只要你能认真理解这些底层心理，并从这些角度对你的行为做系统性优化和践行，那么这些方法绝对可以让你避免持续受它所困。希望这个视频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，让你摆脱低级快乐的陷阱，自由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效率。你对今天聊的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